你们告诉我，我今天要以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这辆车呢？因为在我频道里面我曾经驾过一个超跑911 GT3 RS， 那个是跑车来的嘛，对不对？但是今天在我隔壁这辆好像是，你要说拿来跑又不是，但是它又很有力哦，是不是？如果你说我今天拍一个 Corolla Altis 或者是 Honda Civic 哇，那个观看率爆表啊！但是我不晓得 Bentley 会不会有人要看呢？在我身后面这辆就是 Bentley Continental GT 4.0 V8 的。哇 ，What the f man！ 哇！Oh my god！ 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可以开一下 Bentley， 这是很多人的梦想啊。但是呢，以我这个平民百姓，我要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这种车呢？又是什么情况下会买下这辆车呢？你说它是超跑，应该又不是吧？你说它是轿跑的话，应该还可以吧，对不对？非常感谢这次车主借我这辆车试驾，他把车丢给我，就不要露脸哈。所以今天就会试驾这一辆啦。那这辆车在马来西亚，你想看到试驾也是不多啦。那 POV 我敢说 ，POV 角度里面我是全马第一个 ，yes。那话不多说啦，我们去看看这辆车 ，Let's go。这是一个梦想，不是 Rolls-Royce 就是 Bentley。Bentley 呢，自从被 Volkswagen 收购之后呢，这辆 Continental GT 是他们第一辆作品。他们有讲过，你不会在这辆车找到任何一个设计或者是任何的按键是跟奥迪啊、Volkswagen 啊、跟 Porsche 啊有关系的。所以整辆车都是设计师精心设计出来的，真的很漂亮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他们的缝隙有很少？有没有看这个缝隙？只是这样而已啦。因为这辆车是全铝合金打造，一体化，几乎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那个缝隙。它的好处就是能够降低风噪还有噪音啦。越多缝隙的话呢，代表它的噪音越大。Spoiler 是在里面其实是可以开关上下的，所以现在是开着的啦，不要怀疑你到了一定的时速的话呢，它一定会自动上来的，因为要稳定这个车身，尤其是屁股这一带。这辆车总共有2种引擎啦，一个是6.0公升 W12 的引擎这辆车是 V8 4.0公升的Twin Turbo。这辆车有很多东西可以选配的，当然这辆车是一个 Recon 从 UK 进口的一辆车啦。个人认为最漂亮就是这一个啦车头灯好像玻璃碎片这样子做到很精致这个灯不知道坏了会多少钱呢？整辆车最漂亮就是它的车头啦，很大气，有没有？解锁一下，看到吧？那这辆车呢，就是配备了 Air Suspension 刚刚我把引擎关掉了之后大概几分钟你会很明显看到车身会降低下来 ，It's cool man。那这辆车有无钥匙进入，还有无钥匙启动，它是 Vacuum door 大佬，很少看到古贝后面这个窗是可以打开的啦，轻轻滑一下，锁门了。Side mirror 没有自动收碟你坏手放在这里就可以打开了。Frameless door， 哇，这些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介绍了太多皮了啦，全部都是皮革 bro， 不是 plastic。哇，这些白色的皮让我想起你真的是要很经常去洗。这辆车是 Recon 车，所以会比较黑摸下去后面会有 texture 的看到吧？哇哦，虽然是2门但是可以乘坐4个人，所以等一下我会进去看看后面到底是怎么样。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我身高173，腿部空间几乎是没有的，头部空间大概3根手指。虽然它的腿部空间是几乎没有，但是我告诉你哇，它的椅子太好坐了吧，背部支撑太好了，发泡面是超级软的，这里也是，坐在这里完全没有问题。你叫我从这边坐到去槟城，应该 OK 啦，只是我的脚呢就比较麻烦一点我的脚被卡住了。后面是没有看到任何的冷气出风口，有 cup holders、travel socket， 还有2个 USB 插槽。中间没有中央扶手反正这个打开了之后可以去后面拿东西，应该就是这样吧？对吧？可能。我不知道，这有钱人的玩意
车主告诉我哈，这辆车算是 low spec，but at least it's a Bentley。讲说 low spec 呢，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可以选配啊，比如说那个 rotating screen 有没有？这辆车是没有选配的。如果你要选配的话哦，4700英镑换成马币大概是25,000马币左右啦。其实上下就 OK 啦哈，不会太麻烦。这个窗是还可以打开的，这里按就可以了。后面哈。Handcrafted by Bentley Motor， 它是在英国一个地方叫 Crewe 的地方组装的，从1919年到2019年。这辆车还有 Memory Seat 啊，1跟2，还有可以打开后面的这个后备箱，拥有风景式踏板。这辆车的座椅我不讲太多啦，太多方向了哦，很 3D 耶，看不出，还以为它是没有镜子的，就是开关冷气哈，很 premium，quality 非常的好，听一听那声音就知道了。可以调整是中央扶手，可以打开吗？哎，怎么打开这一个东西呀、？Start button。太爽了，这个 V8声音 ，bro， 太顺了吧！方向盘调整呢是在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把灯，在中间下面，你可以调前后，全部都是电动的哈，前后上下哈。这些质感是太好了吧！打开车头灯、前雾灯、后雾灯，还有打开远方灯，这样子还有的电子限速在这里按，还有 Cruise Control 啊，这个就是调整 Aircon 的。因为这辆车有驾驶模式，都是在这边旋转的。现在呢是一个 B Bentley 普通模式吧，我先踩一下油。有 Rev Limit 3000转哈 ，Sport 打炮哦。它还有 Comfort and Custom 自动 Parking Sensor 啦 ，PDC 是啥？360度 Camera， 所以叫 PDC。当我打开门的话，它是没有 Camera 的啦。你要关闭门才会有，然后这个是 spoiler， 如果你要上的话就拉一拉，你要下的话就拉一拉。比如说你现在要下来，后面 spoiler 就会下来了啊。哦，那个盖都跟人家不一样哈。Super Plus Unleaded Feel at least run 98哈。所以这辆车是不能打95的，但是我在外国的网站呢，他说可以啦，这个我就不知道啦。这辆车你想看到很多资料哈，你都是必须要上网去找哈，很难找哈。马来西亚的网站几乎很少。这个 boot space 就是大概是这样哈，有12V socket 在这边啊，几乎都给我放满东西了啦，不用看了哈，我的包包全部都在这儿哈，没有 spare tire， 电箱在后面。后面的灯，圆形灯哈 ，Quad Exhaust 真的 Exhaust 哈。据车主说，这个轮圈是选配的，原装是20寸，但是这个是22寸，315啊，30 ZR 22 Pirelli P0 的 Run Flat Tire， 哇哦，315 bro， 后面的就有刹车卡钳，这是 4 port 的 Caliper 在后面 Bentley， 前面这里轮胎宽度是275 35 ZR 22，所以会比较窄了一点点。前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鲍鱼哈，这个是1、2、3、4、5，如果没错的话，这是一个10 port caliper 哈，这辆车因为它是4轮驱动，这里是打开引擎盖，哇，太漂亮了，真的太有质感了。镜头前的你们也许是看不太清楚，但是当你用肉眼看下去的时候，哇，真的是很高贵、很漂亮，造工非常的细腻啊，都是在我们普通平民车里面呢是很难去找得到的，尤其是这种皮革是一体式的皮革，全部都是一片而已啊。哇，这里还有一些储物空间可以放东西耶。左边这里也是有 memory seat 2组。5年，你知我啲5點過咩？你知咩？嚇，你加嘛？有冇啦？哇哦 ，Thank you bro。我一打开门，佢自己嘟出來了喎。是吧？很帥嘞。哇哦。哇，
哇，出来的味道都是香的 bro。它的声音的话，不像那种我们叫的什么 A45啊，2.0公升 turbo 啊，哇，很吵，这辆车是沉沉的、低低的、很优雅的，哇哦，真的是一流哈。Of course， 这么贵的车没有给 UR 顶杆，怎么可能呢？这么柔顺，很多盖子盖掉了啦，为了干净嘛。还有这么大的这个 strut bar 在前面哈。这辆车的底盘其实是用 Porsche Panamera 的底盘是一样的 ，MSB platform。据说这副引擎呢，它的 base 是跟 Panamera 是一样的啦，它的 base 啊，4.0公升 Twin Turbo 双涡轮啊，不是双涡流啊的一副引擎啦。它拥有着550 PS、770牛顿米，也造成了它0到100呢才只需要3.7秒。配搭着8速的 Porsche PDK 的变速箱，那这些都是在 Wikipedia 看的啊。因为我看到马来西亚某个汽车博主是说 DSG， 我觉得不是啦。但是我看另外一个马来西亚网站，他说是8速的 AT 哦，所以我相信它是 Porsche PDK 变速箱8速的双离合啊。也是因为这样的配搭，它的0到100只需要3.9秒，哇哦，真的是，引擎是非常大副，有没有？你可能以为它的车头会比较重，那其实不是哦，因为这一代是第3代的 Bentley Continental GT， 它故意把前轮呢往后移了一个135mm， 让这辆车的比重力哦前55后45，所以你不用担心这辆车头太重。你们猜一下这辆车的重量多少？3、2、1。2.1吨左右哈，2164 kg， 我好像是没有驾过这么重的车哦，还是第一次哈。我经常在引擎前面啊，讲话都是很吵的。你会发觉这辆车是很安静 ，V8 就是这么柔顺哈。哎呀，讲这样多，我们去 test drive 吧哈 ，Let's go。Edmund， 身高多少啊你？180啊，还比我更高的人哦，坐在我后面。OK， 什么事 ？Key。他会弹回来哦。如果我退后可以吗？可以啊。今天我们3个人在车上。哎 ，Thank you sir, Thank you very much。要有礼貌一点啊。电话啊。要按这个 button 才能 shift 哈。OK， 然后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已经放了。直接绑带，直接踩油了啦。啊，可以啊，直接踩。哇，这种感觉有没有？很宽哦，这辆车，感觉就是宽大。哦，我现在是在什么 mode 啊 ？Sport 哦，难怪他帮我脱牙，我放 Comfort 先。那个中间那个 B 是什么 Bentley mode， ？Bentley mode 是 for Bentley special 的 mode。哦，我也不会解释哦，就是 normal mode 的意思啊。我先放 Comfort 先啊。怎么我的？你帮我拉我的。我没有自动的。怎么还拉我的？自动的，他要拉给你进。What the？是啊。我觉得很恐怖诶，一下子有人拉我这样，尤其是你半夜一个人驾车的时候啊，晚上你第一次驾这辆车，你被他吓到诶。Oops， I hate this。给的人太短。紧张，驾这个车何谓不紧张？它这样宽大。轻轻踩油门罢了哦，真的。我觉得如果女人第一次上手驾这辆车会真的很怕，因为它很宽，尤其是你是小只的人哈，会觉得哇这辆车真的是太过宽了，然后它的油门啊，你轻轻点一下就那个力水来啊，550的 horsepower。700气的牛顿米哈，极限为319 km/h， 哇，我想象不到，当你开着这辆车走300 km 的话，感觉是怎么样啊？我发现叫 Bentley 有一个好嘞，我打新乐有人会让的嘞，那个后面的车很怕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撞下来的话，它就真的是够力啊。Thank you， 这辆车打满啊，9气要多少钱呢？400出一点，在油价4块75升，90 litre。我一个full tank啊。啊的 shifting 好像很难 shift 这样哦。有 manual mode 是？推去旁边啊？推下来。要推下来是 manual。哦 ，OK， 等下先啊。第一 mode 都已经很好驾了，你还要我去 manual mode， 我都不知道怎样驾这辆车。steering 很 direct 啊。因为我想象中的那种舒服的车有没有？它的 steering 是方向盘是好像很虚的，
要摆很多了，可能你摆一点点没有反应，而且但是这辆车不会这样哦。然后我很喜欢就是哦，很疗愈诶，2000转就不到就换牙，2000转都不到换牙，证明它的扭力和这个马力是足够让它推动一个将近2.2吨的车，所以它转速不用去到太高。当我开这种车的时候，我要特别小心，知道吗？因为它真的是太宽了。然后撞了之后，那个东西又贵哦，你会很怕那压力。你看2000转都力都来了咯。静静的这辆车哦，完全没有。不知道是开着100 km/h， 真的。你看我现在100 km/h， 它上了几号牙嘞？转速都不到1500。我们来 check 一下，哦，现在上8号牙了咯，110。不知不觉开很快，我相信我驾这辆车回槟城哦，我觉得我2个半钟我就到了咯，我驾这种车。如果我不停的话，我一直去，哇哦！但是那个油嘞，可以到槟城吗？1缸油？可以啊，还有剩啊。有。这样 OK 啦 ，OK 啦。它油缸大嘛，而且我驾这辆车我没有想要一直踩大油，我反而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想要舒服的开着它。enjoy 哦。们坐在后面 OK 嘛？周发除了窄一点是 OK 的。那个你会不会觉得椅背那些啊很好，很舒服这样子？后面会比较直一点哦。会直一点啊，但是它的发泡棉那些是很舒服的，是？是 OK 的，但是有一点压迫感啊，是因为可能比较高的关系啊。是咯。它的顶跟我的头比较靠近。哇，120多，完全不像120多，我觉得我开得很慢。所以哦，有时候你不能怪那种大 CC 啊，或者是贵的车啊，他们在 highway 很快，其实他们真的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越踩越快，因为我们觉得哇很慢的那辆车是吗？而且我完全是没有听到任何的 engine 声呢。现在它不会像我们通常开那种 sports car， 哇那个 exhaust 吵啦 ，engine 吵啦，让你觉得你很快。这辆车不是哦，这辆车的快是你看的 movement 前面的风打来。我们通常进 basement parking 那些 park 得下吗？哇，那个要很有 skill， 很有 skill 啊。如果去 shopping mall 是最好是不要park在里面啊，因为上下车会对你来说很麻烦，尤其是它的门很长，旁边的车靠近你的时候开门的话，你要那个车门长，也很麻烦了。开得起这种车人的选择性是放哪里呢 ？valet parking， 直接把锁匙丢给他就好了。如果我放 Bentley mode 是好像跟 Comfort 没有什么太大分别，是吧？差不多了，它的 mode 全部都差不多。OK， 现在好像 Eco mode 的感觉咯。当我松开油门的时候，那个传动系统跟那个变速箱会断开连接，所以你看它转速刚刚跌下来，类似把它放去 add 的那种感觉。妈的，才轻轻踩一点油啊！那种感觉跟我之前加那个911 GT3 RS 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 NA 4000cc， 这个也是4000cc 版，这辆是一个 turbo， 所以它的扭力在很早的时候已经发挥出来了。我不需要踩太大的油，也不用让那个转速太高，我轻轻这样踩，哇哦，哇那个感觉就是爽。那其实驾这辆车我觉得要比较靠后一点好，因为它的车宽太大的关系，你的视野都在前面这边，然后那个 side mirror 哦，你真的是要把眼睛稍微望过去你才看到，要不然没有太大的安全感，因为很难看到这个side mirror，就是要弯过来看，往那边看。S suspension 很不错，其实 S suspension 它弹一下不了的，它不会像我们 spring 啊会弹几下。S suspension 的感觉就是一下不了，更干脆更利落了。S suspension 的确是很好开的，但是如果你是讲拿来下手胖啊，那种是不太适合啦。你要落球球？我现在用着 Sport 还有 Sport mode 的压箱。Brake 跟 U。Whoa, what the f man? Whoa! Oh my god！ 这种弹射出去的感觉，比我之前驾那个 M340还来的更加暴力 ，bro！ 哇，真的是吓我一跳哎，们，你有吓到吗？有，就是一下子弹出去。
哇，我真的好像一个 spring 跟你这样喷着去。我M340老实讲啊，真的是做不到这样啊。那时候我驾的时候啊，是400多匹嘛，大概500匹嘛。啊，真的是 CC 大就是不一样啊。现在我的速度是在138 km/h， 过这个弯好像没有什么拉萨这样的。现在的 Sport Mode 呢，的确我会感觉到跳了很多，因为它的 S suspension 在 Sport Mode 嘛，会比较硬一点，导致成真的是真的会比较感觉到热血一点啊。OK， 因为这辆车它是标配这10粒喇叭的那个650瓦的 speaker 嘛，但是你可以选配那个 B&O 的音响，大概是1500瓦的 speaker 16粒喇叭。如果你更有budget的话，你还可以选配那个 Name for Bentley 罢了的，总共是18粒喇叭，2200瓦的那个喇叭那个是真的是太厉害了。但是我们今天来听一下 Standard 650瓦的10粒喇叭这种价钱买到这个车，当然不会让你失望。虽然它是讲 standard 的 speaker， 没有讲什么 brand 啊，但是已经很好了喽。这辆车在国外的话是卖这大概不到1个 million 的车价的，是马来西亚的那个 tax 所以导致它卖这是大概2个 million。这辆车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rasa， 尤其是我觉得我放在 Bentley mode 的时候，或者是 Comfort 你有没有觉得瞬间那个车没有这样跳了？是啊。好舒服刚刚我弹射的时候，它弹出去的时候是很暴力的，但是当它提速上去的话，其实它不会很暴力，它是很柔顺，一直在边慢慢的加，慢慢的加，所以你不会觉得完全后期的时候会觉得很恐怖啊。只是弹出去那一刹那我会觉得恐怖不了，其他的我都觉得还好，加速那些很明显会感觉到这辆车很重，真的2.2吨左右，加上我们3个大男人都2.3吨多了嘛。开起来没有这样轻松啦，尤其是在 toll gate， 我觉得等一下我上云顶的话呢，会没有这样轻松啦，因为真的超重了，开去哪里都很快到那个目的地，因为你真的完全不知道你的速度已经上了多少，你就是很专注在开车走一下，哎呀，你看我的速度已经到，原来是120了，完全不知道一路上我一直加下来了，很多车会自动让看到 Bentley我们做个实验前面有一辆 Hilux。sorry 不是 Hilux， 是 Triton。Mitsubishi Hilux 我没有注意到，我看到它的款式很像而已。这种车，所以讲 Hilux 的都是目中无人的。通常是吧？我哪里知道？把它很快一下你看它过弯敢去通常那种 4x4 过弯是不太敢快的。会吧？下雨这个是另类啦。刚刚一路上都有人家让我这个就不要让我。没有开过这么重的车，再过一个大弯，真的很重。因为它不是一个好车来跑云顶啦，讲真的，你要去多给千万不要用 Bentley真的太重了。Alright， 好了，我的
就到这边了。很多老铁们都知道我下一个影片会干嘛了哈。我下一个影片呢，就是会把这辆 Bentley Continental GT 给开上云顶上面去。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这样子啊，我们下个影片可以再见嘛，对吧 ？OK， 麻烦按个订阅，不到5秒钟的时间。哦，我的 engine 打开门，椅子会退后，然后夹到 Edmond 的脚。Bro， 再低一点啊！哇，很听话哦你。再低一点，再低一点，再低一点 ，Bro。喂，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啊！期待我们下一个Part 2的影片上山吗？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Goodbye。